到底一天要喝多少的水呢，才算是足夠的，才算是健康的？網絡上呢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呢，就是說我們一天大概要喝2000cc 到2500cc 的水才是足夠的。這種說法呢，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究竟有沒有根據？大量的喝水未必對健康有好處，甚至會對健康帶來某種程度的傷害。健康加財富，知足就是福。各位網友，想獲得邱醫師跟營養師精心規劃的減脂菜單嗎？請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在影片下方留言菜單，我會請小編傳給你哦。邱醫師呢就幫大家呢找了資料根據這個研究最早的這個說法呢是來自於1945年國外呢有一個叫做國家食物跟營養委員會他所發表的一個建議。他說呢，一般成年人一天大概需要2.5公升的水，每消耗1大卡的熱量大概需要1cc 的水分。所以如果你消耗的热量是2000大卡，那你就需要大概2公升的水。你需要這個2500大卡的这個熱量，你大概就需要2.5公升的水。在這個建議當中的第3句話講的是說，絕大部分上面所需的水分呢，都可以從食物當中來獲取。但是呢，大家看完這句話了以後呢，通常都忘了後面有一句話說，大部分的水是從食物當中可以獲取，只記得前面第一句話說，一般正常的人大概一天需要2.5公升的水，所以呢，就演變成說，大家要喝這麼多的水才算足夠。那第二個會有這個傳言的根據呢，就是有一個著名的營養學家，他叫做 Frederick Stare， 他就講說，我們一天應該要喝6到8大杯的水。那這6到8大杯的水呢，可以從咖啡、牛奶或者是啤酒還有其他的水分當中來獲取。換句話說，他也建議大家要喝6到8杯的水，大概就是2.4到2.5公升的水。那麼這些加在一起以後呢，就在網絡上就流傳，所以大家就以為說我們每天一定要喝這麼多的水。甚至呢，以前台灣有一個很有名的模特兒，他也跟大家講說，他保養他的皮膚水當當白泡泡呢，是因為他每天都喝4-5公升的水。多人一聽之後，想要變得像他那麼美呢，所以就拼命大量的喝水。這樣子喝這麼多的水，到底有沒有科學根據呢？邱醫師呢跟大家報告美國生理學期刊建議大家每天喝6到8杯的水才算足夠一天所需的水，事實上是沒有醫學文獻支持的。我們喝的水呢，其實可以從我們食物當中，還有包括我們的飲料當中來獲取。事實上，如果你吃的食物當中含的水分多，你就不用喝那麼多的水。反過來講，如果你的食物都是很乾的食物，水分很少，那當然你需要的水分就會比較多。根據研究我們每天從食物當中獲取的水分大概是700到1000cc。那麼我們體內新陳代謝、燃燒葡萄糖跟燃燒脂肪也會產生水分，這個水分呢大概是200到300cc。所以加起來，我們從食物當中獲取，還有我們新陳代謝所製造的水分，給我們帶來的水分，大概就有1000cc 的這麼多的水分。德國有一份研究調查呢，顯示說，德國人成年女性一天的水分是攝取2.11公升，男性是攝取2.51公升。但是這個2.11跟2.51呢，是包括食物、包括飲水，還有包括他體內代謝所產生的水分。德國人真正從飲用的形式喝到的水分呢，女性一天是1.21公升，男性一天是1.51公升。換句話說，德國人平均女性喝的水分以水的形式來喝的話呢，是1200cc 左右，男性是1500cc 左右，所以並沒有網絡上所說的喝到2500cc 的這麼多。澳洲的調查呢，也發現說澳洲人成年女性呢，不含代謝生水，純粹從食物跟飲水當中獲取的水分呢，女性是2.81公升，男性是3.41公升。那這2份報告呢，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呢，就是說代謝生水跟食物當中帶來的水分呢，大概都在1000cc 左右。也就是說，排除你日常飲用水以外，我們從食物當中跟我們的代謝產生的水分，就會給你帶來1000cc 左右的水。所以說建議大家每天喝2500cc 的水，其實是超過你一天所需的水量。
長期超出自己身體的需求，大量的喝水未必對健康有好處，甚至會對健康帶來某種程度的傷害。有可能長期的水喝得太多以後，導致你的血鈉被稀釋血中的鈉離子濃度降低，導致水中毒、昏迷，甚至死亡都有可能發生。所以今天邱醫師給大家報告的結論就是說，網絡上說的一天要喝2500cc 的水，這個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其實2500cc已經超過我們一天的需求了。當然，最有根據、最有科學的做法，那要看你所處的環境的溫度、濕度，還有你的飲食的狀況，裡面水分的多寡，還有第三個就是看你活動的情況。如果你的活動是讓你流很多汗，當然你就要補充多一點的水分。醫學研究都想找出一個公式來判斷說一個人到底需要多少水分，有幾種說法。一種是說每公斤體重大概要30到45cc 的水分，大家可以算一下。那麼另外一種說法呢是體重的4%，這就是你所需要的水分。第三種說法呢是說每消耗1卡路里的热量要1cc 的水。但是呢，這得出來的結論呢差異非常的大，所以呢，現在目前呢還沒有一致的結論。那麼我們醫學上採用的呢，就是以 intake output 的算法。什麼叫 intake output 呢？ intake 就是包括你喝的水，包括你吃的食物，包括你身上的代謝產水。那 output 呢，就是看你的尿流量總量還有你的大便的量，還有呢你的流汗的量，還有呼吸體表散出的這些蒸汽的量，總和加起來算你的 intake output。但是各位可想而知，尿量、大便量你可以去稱嘛，对不对？那你流汗多少没有办法知道，你呼吸出來的，你皮膚散出來的蒸汽有多少，你無法算。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當然就是盡量以尿流量為基準，但是再加上一個短期體重的變化來作為一個判斷水分夠或不夠的原則。但是一般人呢沒有辦法像以醫療單位做的這麼的仔細，所以我們只能給大家一個粗略的建議。剛剛講的那個體重標準，還有就是卡路里的標準，這個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啦。但基本上來講，邱醫師還是建議大家就是說水呢要補充足夠，但不是越多越好。那麼以尿的顏色、尿的味道來判斷，不失為一個標準。雖然說藥物會影響我們尿液的顏色，但是呢，你有沒有吃藥，你自己會知道嘛，對不對？如果同樣都在吃药的時候，尿的顏色改變了，那當然可能就表示你的水分有點改變哦。如果太濃太腥，味道太重，那就表示你喝的水可能要再增加一點。如果尿已經很清很淡了，那就表示說你的水可能太多了，不需要那麼多。網絡上有一種說法說，渴了要喝水，或者不渴也要喝水，其實這個都可以做參考。如果你的行动自如，你的身體很健康，當然你水分不夠的時候，你會感覺到渴那當然有些老人或小孩，他雖然水分不夠了，他還是覺得不渴，不想喝水。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從醫療的這個立場來幫助他判斷說他的水分到底是夠還是不夠。所以今天給大家一個結論，就是說網絡上說法呢，每天要喝2500cc 的水分沒有科學根據，喝多少水請參考我前面給大家提供的建議。希望今天給大家分享的這個訊息對你有所幫助。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按讚分享，按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我們下回再見，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